嗨，大家好，我是大明，这里是 D-Min Studio。最近我会来跟大家聊聊我的舞台经验与这几年在教学上学生所遇到的困难，也分享给你，希望对于正在吹口琴的你有所帮助。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喉咙的断音。喉咙断音大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比较浅的，像我们讲话的 e， 它作动的位置在我们的类似在下颚的地方。第二种是比较深的，它作动位置在我们喉咙，类似我们讲话的 o， 所以你就可以做出两种声音，一种是 e， 一种是 o。它的动作原理是类似的，只是它关闭的地方不太一样。e 跟 o 都是非常常用的喉咙断音技巧。那它的原理是这样：我们喉咙先关住，气往外送，由你的身体往外送，因为你喉咙关住，所以它出不去。然后你瞬间把喉咙打开，气就会一口气往外走。那吸气也是一样，喉咙先关住，吸气，它会卡住，你的口琴就不会有声音。好，等到你喉咙一打开，气开始往下流的时候，你的口琴黄片就会震动，并且发出声音。这就是喉咙断音的基本的原理。好，那大部分的人在练习吹气跟吸气的时候会遇到不同的问题。吹气一般来讲是比较不会有问题的，因为它就类似我们感冒的时候咳嗽会用到的那个方式。感冒的时候你的喉咙很痒，所以你会想要把这个痒的感觉咳出来，所以你就会先把喉咙闭紧，然后送气，再把喉咙放开，你就可以把痒的感觉咳出来，你就不会感受到这么的不舒服。但是吸气不一样，吸气我们一般的时候是不会用到，不会有人吸气咳嗽，不会有人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练习吹气跟练习吸气的时候，所遇到困难会有点不太一样。那特别是吸气，你要花时间去练，这样你才有办法把这个动作做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吹的几个动作的小片段给大家看，给大家听，你去听一下做动在底下下巴底下这个比较浅层的喉断音，听起来是什么效果？它会类似这个样子。它会是一个比较干净的、比较有 punch 一点的声音。好，如果你做动的好的话，那怎么样感受自己做动的好不好？你就跟你一般讲这个 e 的这个字的时候一样，你去感受一下你在吹口琴的时候，你的下巴附近这里有没有在做 e 的动作，或是你可以用你的手摸在你的舌头下方这里。然后发出e的声音，去感受一下这里有没有准确在做动，它应该会有一个力道会弹到你的手，会有这种感觉。那你用 o 的时候也是一样，比较深层的在这里。好，那如果你有做这个 o 的动作的时候，它也会有这种相同的感觉。你会感受到我的喉咙有打开再转回去，打开再缩回去的这种感觉。好，这就是基本的喉咙断音的技巧。接下来我们就来示范几个小片段，在乐曲中的部分给大家听。那实际上你在喉咙断音会运用在哪些地方？第一个常见的地方就是比赛很多人吹的剑舞这首曲子，前半段是用舌头断音，后半段因为你的八度的关系，你的八度技巧，你的舌头会挡住中间的其中某几个音，所以你没办法用舌头来做断音。那你这边只有唯一一个选择，就是用喉咙断音。在后半段大量使用八度的地方的喉咙断音就特别重要。好，那这里的断音你就要很明确的感受到你喉咙是有做动的。那我就吹一小片段给大家听。第二个片段是由 Judith 口琴乐团所编写的《神鬼奇航》。那它在比较靠近前面的时候，有一个段落是需要比较用力道的方式去演奏它。那它上面有许多重音记号，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搭配你的喉咙断音，去把这个重节奏的东西去把它做得更扎实一点。那就吹一小片段给大家听。以上这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喉咙断音的内容。
喉咙断音在练习上，在初期的练习你会遇到很多问题，例如你喉咙不够力，或是你做起来的声音不够平均之类的，甚至在练吸气的时候很常会咳嗽，因为你吸太大力或你喉咙很痒，常常会有咳嗽的现象发生，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它是需要一段时间沉淀，一段时间训练，你才能做好的技巧。那你也不要害怕，因为这个技巧非常好用。如果你有任何想要知道的技巧，或者是想要知道的知识，欢迎留言或联系我。我们下次见，这里是 Dimin Studio，拜拜。